世人都听说过，在那遥远的西方，有一片没有痛苦、充满祥和的极乐世界。可是呢，在这个滚滚红尘里，总有一些自认清醒的人，他们一听就摆摆手，断言：哎呀，那都是瞎掰出来的虚无骗局啦。他们信奉什么？他们信奉眼见为凭，觉得看到白花花的钞票、银子才是真的。他们甚至还会嘲笑那些去庙里虔诚祈愿的人。但是事情真的就像这些聪明人想的这么简单吗？今天我就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一位被俗世欲望折磨的体无完肤、傲慢到了极点的大老板，遇到了一位真正看破生死的大德高僧。这位老和尚厉害啊，他根本没有用那些虚无缥缈的幻境去跟这个老板辩论，也没有文绉绉的引经据典。老和尚直接一指，用那个活生生的就在眼皮子底下的例子，当场把这个聪明人那自以为是的坚固堡垒给砸了个粉碎。因为老和尚告诉他，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称从西方极乐世界走过一遭，又活生生重返人间的人。你没听错，他身上所携带的真相绝对足以让每一个在苦海中沉沦、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灵魂感到深深的震撼与战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到底是谁？极乐世界到底长什么样？来，我们接着往下看。故事发生在江南。江南的烟雨啊，大家如果在电视上看过就知道，滴滴答答的常年下着连绵不绝的细雨。那清河镇的青石板路在细雨的冲刷下泛着一种幽冷的光泽。这个镇上有一位首屈一指的丝绸大商人，名叫沈长渊。沈长渊站在他自家那座雕梁画栋的超级大豪宅前面，双手背在后面，冷冷地注视着街头那些为了生活匆匆忙忙打着油纸伞路过的行人。他多有钱啊，他真的太有钱了。他的丝绸铺子开遍了江南好几个最繁华的州府，他的宅院里头堆满了他从大江南北搜刮而来的奇珍异宝、古董字画。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沈长渊绝对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榜样。可是只有沈长渊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其实一点都不快乐。他的内心深处就像是一口永远也填不满的枯井，时刻充斥着焦躁、猜忌，还有那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毕竟我们中医讲思伤脾，恐伤肾，他每天都在盘算怎么对付别人，每天都在害怕别人来算计他的家产。其实这种长期的精神紧绷早就把他的五脏六腑给熬干了。可是沈长渊不这么想啊，他觉得这就是做大生意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在这残酷的商海中立足，他用尽了各种狠辣无情的手段。就在3年前，为了争夺一批上好的胡丝垄断权，他盯上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竞争对手，叫做陆怀瑾。这个陆怀瑾啊，跟沈长渊完全是两路人。陆怀瑾是清河镇上出了名的温文尔雅、诚实守信的年轻商人。人家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留有余地，给底下的员工待遇也好，对供货的老农也从不压价。结果呢，这种老实本分的人在沈长渊眼里就像是一块肥肉。沈长渊为了搞垮他，不惜设下极其阴险的连环计。这种唯利是图的人是怎么设局的？他先是暗中买通了陆怀瑾手下的管事，把一批次等的蚕丝混进了陆怀瑾要进贡给官府的上等货里面，接着又放出风声，联合上游所有的供货商集体断了陆怀瑾的货源，最后还勾结钱庄，在陆怀瑾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突然上门逼债。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根本不给人留活路啊！老实的陆怀瑾哪里斗得过这种心狠手辣的豺狼？最后陆怀瑾被沈长渊的诡计彻底击溃了。为了不拖累手底下的员工，陆怀瑾散尽了最后的家财，把家里的古董、太太的首饰全都当了，给所有的伙计发了遣散费。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黑夜里，陆怀瑾孤身一人，连把像样的伞都没撑，披着一件破蓑衣，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清河镇。从此杳无音信，谁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而陆怀瑾离开的那天晚上，沈长渊在哪里呢？沈长渊包下了清河镇最高最豪华的酒楼顶层，他穿着名贵的绸缎，手里端着极其昂贵的陈年美酒，心里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反而充满了胜利者的狂妄。他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坚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老天有眼，全都是鬼扯。只有白花花的银子
和死死握在手中的权力才是最真实的依靠。至于老祖宗讲的那些因果报应、道德良知，在沈长渊看来，那不过是像陆怀瑾这种弱者用来掩饰自己无能的苍白借口罢了。这就是沈长渊当时的逻辑。可是大家听我一句劝，天道轮回，苍天饶过谁啊？你以为你算计了别人，把钱揣进自己兜里就赢了吗？你不知道的是，当你放出那股恶毒的意念去害人的时候，你已经在自己的命盘上狠狠地画下了一道通往地狱的口子。这种极度冷酷与功利的磁场，不仅在商场上反噬着他，也深深地渗透进了他的家庭生活之中，把他的家变成了一个比冰窖还要冷的地方。沈长渊的结发妻子苏轼，原本是个多好的女人啊，那是典型的江南女子，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两人刚起步做生意的时候，苏轼也跟着吃了不少苦。现在有钱了，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吧？没有。苏轼这女人有智慧，她看得透，她常常苦口婆心地劝沈长渊，老爷啊，我们做事千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人往死里逼，给人留条生路，也是给我们子孙后代积点福报。赚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多做点善事吧。你们猜沈长渊听得进去吗？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听到老婆这么劝，心里那是极其反感，极其厌恶的。他在心里骂，妇人之仁，你个女人家懂个屁，这世道就是弱肉强食，我不吃他，他就要吃我。他甚至觉得太窝囊，太没见识，根本配不上他现在这个首富的身份。渐渐的，苏轼在沈长渊那日复一日冰冷的眼神和粗暴的呵斥中，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在那个偌大的冷冰冰的豪宅里，他连个人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他心里苦啊，这股苦闷怎么办？他只能把对家庭的祈愿，对丈夫造下罪孽的深深担忧，全部寄托在镇外那座香火鼎盛的慧觉寺里。每个月的初一、15，苏轼一定早早起床，沐浴更衣，前往慧觉寺虔诚的烧香拜佛。他会在佛前长跪不起，嘴里默默念诵着佛经，求什么？求佛祖大慈大悲，洗清丈夫身上背负的那些孽债啊！祈求那个传说中的西方极乐世界能够降下一丝慈悲的光芒，照一照他这个冰冷压抑的家。可是沈长渊每次看到妻子跪在家里佛像前的那个虔诚模样，心中就会无名火起。他觉得妻子这是在浪费大好的光阴和金钱，去供奉一堆用泥巴和木头捏出来的死物。有天早上，沈长渊本来就气不顺，因为一笔外地的丝绸生意出了点小波折，少赚了几百两银子。对于他这种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少赚那就是亏了血本。他阴沉着一张脸，双手背在后面，气呼呼地走进后院，一肚子邪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好巧不巧，他恰好看到妻子苏轼正准备出门。苏轼那天穿得特别肃静，手里提着一个装满香烛的竹篮，另一只手捏着一串已经被他摩挲得油光发亮、极其光滑的紫檀念珠。沈长渊这眉头唰的一下就皱成了一个川字。他大步流星地冲上前去，一把就拦住了苏轼的去路。站住，你又要去哪？沈长渊声音大得吓人，回廊里的小丫鬟都吓得直打哆嗦。他指着外面的倾盆大雨，满脸嘲讽与不屑地大声质问，你看看这鬼天气，大雨倾盆的，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是不是又要去那座破庙里给那些和尚送钱？苏轼吓了一跳，微微低下了头，轻声细语地解释，老爷，今天是菩萨的吉日，我想去慧觉寺为我们沈家祈福，愿家里人都能平安顺遂，早日脱离这红尘的苦海，未来能有个好的归宿。沈长渊听到红尘苦海好归宿这几个字，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恶犬一样，他伸出带着大玉扳指的手指，指着灰暗的天空大声吼道，苦海归宿，我呸，这世间哪里来的什么菩萨，又哪里来的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我告诉你，那极乐世界不过是那些不事生产的懒和尚，为了骗取你们这些无知妇人的香火钱，精心编造出来的一个天大骗局。苏轼听到丈夫竟然如此亵渎神佛，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与痛心。她试图向丈夫解释，老爷，你千万别这么说，极乐世界是佛陀经口所宣的真实境界，是清净无染的解脱之地，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口中的骗局啊！你这样诽谤会有报应的。报应！沈长渊粗暴地打断了妻子的话，他步步紧逼，
脸色变得非常狰狞，恶狠狠地说：如果那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存在，我问你，为什么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回来，告诉世人那里到底长什么模样？既然没有人回来过，那就说明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之地，是专门用来收割你们这种无知之人的无耻谎言。苏轼被丈夫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逼得连连倒退了2步，眼眶里瞬间蓄满了委屈的泪水。他知道自己那笨拙的口才根本无法说服这个被世俗欲望彻底蒙蔽了双眼的丈夫。沈长渊看着妻子落泪的模样，反而感到了一种在辩论中把别人踩在脚下获胜的畸形快感。他一把夺过苏轼手中的竹篮，啪的一声将里面的香烛狠狠地砸在了青石板上。我警告你，从今往后不许你再去慧觉寺烧香拜佛，我沈家的银子就是扔进这水坑里听个响，也绝对不给那些和尚。说完，沈长渊冷哼了一声，猛地一甩宽大的衣袖，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外大步走去。苏轼看着散落一地的香烛，终于承受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而走出门的沈长渊呢，他心里那股狂妄的邪火已经被彻底点燃了。他要去干嘛？他要亲自去一趟慧觉寺，他要去会一会那个在这清河镇上备受尊崇的慧觉寺住持了尘大师。他要当着所有香客的面拆穿这个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弥天大谎，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些所谓的高僧大德在真理面前是如何哑口无言的。他坐着那辆全清河镇最豪华最气派的红木大马车，外面还包着防雨的油布，气势汹汹的就朝着慧觉寺去了。那马车的车轮子在青石板上碾得轰隆轰隆直响，路过水坑的时候溅起老高的泥水，把旁边走路的百姓都弄得一身脏。可他沈长渊在车厢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他觉得这就是权力，这就是地位。没过多久，这帮人就来到了慧觉寺的山门前。各位，你们去看看那些千年古刹，为什么都要建在深山老林依山傍水的地方？因为那是藏风聚气的绝佳风水宝地啊。你一跨进那个门槛，听到里面咚咚悠扬的钟声，闻着那股淡淡的檀香，听着和尚们念经的梵音袅袅，你就算有天大的烦恼，心里是不是也会马上生出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幽与宁静？这就是好磁场在净化你的身心。但是呢，这种宁静的磁场在沈长渊这个浑身充满铜臭味和杀气的人看来，那叫什么？那叫装神弄鬼，那叫用来迷惑世人的虚伪伪装。他下了马车，大步流星的就跨过了那道高高的寺庙门槛，看都不看旁边站着的迎客沙弥，直接带着一身的煞气，径直就朝着寺庙的主殿闯了进去。沿途的那些小沙弥看到这位清河镇首富气势汹汹的冲进来，都能感觉到他身上那块乌云。出家人不与人争，大家都微微低下了头，双手合十，给他让开了一条道路。沈长渊到了主殿一看，没见着了尘大师的身影，他那个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一把拽住旁边一个路过的小沙弥的衣领，大声呵斥：你们那个装神弄鬼的住持呢？叫了尘出来见我。那小沙弥被他吓得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阿弥陀佛，沈大善人。了尘大师此刻正在后山的静心亭内参禅打坐，大师吩咐过，此时不见外客。沈长渊哪里会顾及什么佛门规矩，怎么闭关参禅？他一把粗暴地推开小沙弥，甩了甩袖子，径直就朝着后山的方向冲了过去。各位，这慧觉寺的后山可不一般，那座静心亭建在一处极其险峻的悬崖边缘，你站在那亭子里，四周都是云雾缭绕的，悬崖下面深不见底，风一吹，松涛阵阵，真的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一样。一般人走到那里，腿都要发软，心里自然就生出敬畏之心。可是沈长渊不怕啊，他满脑子都是怎么拆穿这个骗局。他大步走到静心亭前，这时候了尘大师正端坐在亭中的蒲团之上，老和尚双目微闭，面容极其安详，手里拿着一挂念珠，宛如一尊历经了千百年岁月洗礼却依然屹立不倒的古老石雕。沈长渊走到老和尚面前，故意重重地干咳了2声，声音特别大，就是为了试图打破这份令他感到极其不舒服极其压抑的祥和宁静。了尘大师并没有立刻睁开眼睛，而是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悠长的气息，然后才慢慢睁开眼，用那种温润如玉的目光
看了一眼来势汹汹的沈长渊。老和尚没有生气，也没有发火，他只是淡淡的抬起枯瘦的手，指了指对面桌案旁的一个空蒲团，示意沈长渊：沈施主请坐下说话。沈长渊根本没有坐下，他就这么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了尘大师，嘴角挂着一抹极其轻蔑的冷笑。他开门见山，声音大得像打雷一样，大声宣布：你别跟我来这套虚的，我今天大驾光临不是来烧香的，我就是来戳穿你们佛门最大的一个弥天大谎的。我要让清河镇的老百姓都看看你们是怎么骗钱的。各位，你们猜了陈大师什么反应？大师轻轻拨动了一颗念珠，柔声询问：阿弥陀佛，沈施主不知究竟是佛门的哪一句真言，惹得大善人您如此雷霆震怒啊？沈长渊一看老和尚还这么淡定，心里更火了。他猛地一甩衣袖，走到青石桌前，指着老和尚的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这些出家人成天把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挂在嘴边，说的天花乱坠的，引得那些无知的妇孺百姓纷纷把血汗钱倾囊相授，就为了求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来生，这不是诈骗是什么？沈长渊越说越觉得理直气壮，仿佛自己一瞬间化身成了拯救苍生大智大慧的清醒智者。他猛地一拍桌子，吼道：我认为人死如灯灭，这世间只有眼前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只有握在手里的权力才是最真实的依靠。我来问你，若是那极乐净土真的如同你们佛经里描述的那样，什么黄金铺地，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那我问你，为何千百年来从未见有一个人真真实实的去过那里，又活着回来告诉我们？沈长渊的言辞极其犀利，看着老和尚不说话，沈长渊以为对方词穷了，更是狂妄到了极点。他双目圆睁，眼神中充满了被愚弄的愤怒与不甘，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位面容枯槁的老和尚，放出了一句狠话：了尘，你今天若是能给我找出一个从那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人，拿出真凭实据给我看，我沈长渊当着菩萨的面发誓，立刻将我这万贯家财全部捐给你们慧觉寺，而且我当场削发为僧，给你当徒弟。若是你找不出来，以后就给我闭上你的嘴，把寺庙给我关了。哎呀，这可是万贯家财加上首付出家，这赌注下得太大了。沈长渊以为这下子彻底把老和尚逼进死胡同了，心里正得意着呢。可是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大师微微一笑说：阿弥陀佛，沈施主，谁说没人回来过？沈长渊猛地一愣，眼睛瞪得老大。了尘大师朝着门外那条通往后山菜园的崎岖石阶指了过去。你苦苦寻找的真相，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便是一位刚刚从西方极乐世界走过一遭，又重返人间的归客。哎呦！沈长渊一听这话，顺着大师手指的方向，猛地转过头去望。他脸上的表情，那一瞬间写满了极度的震惊，还有那种觉得老和尚在瞎掰的荒谬感。在他的视线尽头，站在那长满青苔的石阶上的是谁？不是什么浑身发光的神仙，也不是什么脚踩莲花的罗汉，而是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扫地杂役。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个人的衣衫啊早就洗得发白了，袖口和膝盖上甚至还打了几个显眼的粗布补丁。他手里拿着一把极其粗糙的竹扫帚，极其认真地清扫着台阶上的落叶。那个人的动作你看不到半点急躁，十分舒缓，充满了韵律感，就仿佛他手里的那把破扫帚扫去的根本不是地上的枯叶，而是这世间所有的烦恼与尘埃。沈长渊眯起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背影。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扫地杂役刚好扫完了一级台阶，缓缓地转过身来。当那张沾着几星泥土却透着无比安详、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慈悲的面容彻底展现在沈长渊眼前的时候，沈长渊感觉自己仿佛被9天之上的一道惊雷直直的狠狠地劈中了天灵盖。他头皮发麻，浑身的汗毛在那一瞬间全部倒竖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2步，脚后跟绊在身后的门槛上，整个人一个踉跄，险些四脚朝天摔在地上。各位，你们猜这扫地的是谁？那个穿着破烂麻衣的扫地杂役，竟然就是3年前被沈长渊用最卑鄙、最毒辣的连环计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最后在雷雨夜下落不明的死对头
陆怀瑾。此时无数个疑问就像是煮沸的开水一样，在沈长渊的脑子里疯狂地翻滚。怎么可能？他不是死了吗？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潜伏在寺庙里，是不是想找我报仇？他是不是要在我的饭菜里下毒？更让他感到毛骨悚然，完全无法接受的是，了尘大师这位得道高僧竟然指着这个落魄到了极点，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的穷光蛋，说他是从西方极乐世界重返人间的人。人在极度恐惧和心虚的时候，会表现出什么反应？就是虚张声势。沈长渊猛地转过头，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了尘大师，接着突然极其夸张地狂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心虚。他指着陆怀瑾的方向，手指头都在哆嗦，冲着大师吼道：了尘，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简直是我沈某人这辈子听过最瞎扯的笑话。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丧家之犬，一个被我踩在脚底下的废物，你竟然说他是从极乐世界归来的人。沈长渊咬牙切齿，唾沫星子乱飞。如果所谓的极乐世界就是让人变成这副一无所有，犹如乞丐一般的悲惨模样，那这种破地方就是八抬大轿请我去，我都嫌脏了我的鞋底。了尘大师看着沈长渊这副癫狂的模样，缓缓地从蒲团上站起身来，走到静心亭的边缘，目光深邃地注视着远处那个依然在安心扫地的陆怀瑾。老和尚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带着一种看透了生死枯荣的极致慈悲。大师轻声对沈长渊说道：沈施主啊，你眼中的富有仅仅停留在那些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上，你眼中的贫穷也仅仅局限于身上衣物的破旧与单薄。你用世俗那双被贪婪和欲望彻底糊住了的肉眼，又怎么能够看清一个人灵魂深处那真正广阔的极乐天地呢？我说各位啊，了尘大师这句话真的是当头棒喝啊！这就好比我们中医看病，你看一个人满面红光，穿着西装，你就觉得他健康吗？错，你一把脉里面全虚了，肝癌晚期。而你看旁边那个扫大街的婀娜，虽然穿得朴素，但人家脉象平和，气血充盈，那才是真正的健康。沈长渊就是那个瞎了眼的人，他只看得到物质，却看不到陆怀瑾。在这3年里，究竟经历了怎样一番死劫，又是如何从那18层地狱的烈火中浴火重生，一步跨入了极乐世界的那个拿着扫帚的陆怀瑾，似乎听到了静心亭这边的争执。陆怀瑾停下了手里扫地的动作，把扫帚轻轻地靠在旁边的石阶上，然后缓缓地一步一步地朝着静心亭的方向走了过来。沈长渊虽然嘴上骂了凶，但看到陆怀瑾走过来，他的身体居然不由自主地唰一下紧绷了起来。他在害怕啊，他心里发虚啊。他在想，这小子是不是袖子里藏着刀？当年我把他整得那么惨，弄得他倾家荡产，生不如死。他现在肯定是来找我寻仇的，他是不是要跟我同归于尽？这就是做贼心虚。你干了坏事，你的那个心神就是乱的，你看谁都觉得人家要害你。可是当陆怀瑾真正走到沈长渊面前的时候，沈长渊愣住了。为什么？因为沈长渊并没有在陆怀瑾的脸上看到任何的愤怒、怨恨，或者是那种穷困潦倒的屈辱感，完全没有。陆怀瑾的面容是那么的平静，他的眼神清澈的就像是深山老林里那种几百年没有被人污染过的幽蓝泉水，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恬静自在的气质，竟然让沈长渊这个穿着名贵苏绣绸缎、带着大玉扳指的首富，在心里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自卑与局促。陆怀瑾双手合十，先是恭恭敬敬地对着了尘大师行了一个佛礼，然后转过头，用一种什么眼神看沈长渊呢？就像是看着一个久别重逢却生了重病的老朋友一样，目光非常柔和。陆怀瑾微笑着开口了，他的声音因为这3年的风霜听起来有些沙哑，但却透着一股历经沧桑后的豁达与力量。陆怀瑾轻轻喊了一声沈兄，接着说：3年未见，沈兄的眉头怎么似乎比以前皱得更紧了？哎呦，这句话一出来，简直就像是一根针直接扎进了沈长渊那个鼓鼓囊囊却又脆弱不堪的皮球里。沈长渊被陆怀瑾这句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问候弄得彻底乱了阵脚。他强装镇定，猛地挺直了腰板，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恶狠狠地回敬道：你少在这边给我装神弄鬼，
我沈某人家大业大，日进斗金。我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睡的是紫檀大床。我活得比全天下任何人都要滋润。我根本不需要你一个扫地的臭乞丐来可怜我。陆怀瑾听完这番色厉内荏的咆哮，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极其爽朗地轻笑了起来。各位，那种笑声啊，没有任何的做作，也没有半点嘲讽，那就是一种真正放下了千斤重担之后发自内心的轻松与自在。陆怀瑾看着沈长渊那张因为常年算计而略显狰狞的脸，缓缓地开始说起了自己这3年来的经历。他要向沈长渊，也是向在场的所有人展示他那个从地狱一步步跨入极乐世界的震撼旅程。沈兄啊，陆怀瑾的声音在悬崖边回荡，你刚才问谁去过极乐世界？我告诉你，我不仅去过极乐世界，我在这之前还实实在在的去18层地狱里滚了一遭。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陆怀瑾口中的地狱到底是什么？陆怀瑾说，3年前，当你用计谋夺走我所有的财产、名誉，逼得我散尽家财、遣散伙计的时候，我确实感觉自己瞬间掉进了18层地狱的烈火之中。我每天都在无尽的懊悔、不甘，还有对你那刻骨铭心的仇恨中疯狂地煎熬着。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吗？我像条野狗一样躲在镇外10里地的那座破城隍庙里，我每天夜里都不睡觉。我找了一把生锈的破柴刀，就坐在那块满是青苔的石头上，整夜的磨刀。我就这么一边磨，脑海里一边想象着1000种、10000种把你千刀万剐的画面。陆怀瑾说，那种被仇恨死死啃噬灵魂的痛苦，比肉体上遭受任何严刑拷打都要难受100倍。那是一种让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连喘一口气都觉得是在咽下毒药的极致绝望。我那时候满眼都是红的，我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我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拉着你沈长渊一起下地狱。听到了吗？不需要牛头马面来抓你，不需要下油锅。当你心里充满了贪嗔痴，充满了怨恨的时候，你当下就已经活在18层地狱里了。这股怨气终究要把人逼到绝路的。陆怀瑾接着说，直到有一天深夜，外面下着倾盆大雨，狂风怒号，我带着那把磨得锋利无比的柴刀，淋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清河镇外的那座高高的悬崖边上。我当时真的是撑不下去了，我原本是打算从那悬崖上跳下去，结束自己这生不如死的一生，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被这个残酷的世界抛弃了，我再也承受不住内心那股要把我逼疯的怨恨煞气了。就在他闭上眼睛，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流，准备纵身跃入那漆黑深渊的生死一瞬之间，奇迹出现了。轰隆，天空中一道极其耀眼，犹如银蛇一般的闪电猛地划破了漆黑的夜空。那道闪电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悬崖边上的一处角落。陆怀瑾突然睁开眼，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在悬崖边极其贫瘠的石缝里长着一株极其柔弱的野草。这株野草在那狂风暴雨中被吹得剧烈摇曳，几乎都要贴到地上了，但是它的根却死死地扎在岩石里，始终未曾折断。那一刻，陆怀瑾的内心仿佛也被那道从天而降的闪电瞬间劈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丝极其微弱但却无比清晰的灵光唰的一下钻进了他的脑海。大家注意听，这就是顿悟的瞬间。陆怀瑾猛然惊觉，他在大雨中大声问自己，陆怀瑾啊，陆怀瑾，把你逼上这条绝路，逼得你要跳崖自尽的，真的是沈长渊的诡计吗？真的是那些失去的金银财宝吗？真正让我深陷地狱，让我痛不欲生的，根本不是外面的任何人，而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些身外之物死死不肯放手的强烈执着啊！陆怀瑾彻底醒悟了，他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价值，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紧紧地绑定在了那些随时可能会失去的财富和世俗的虚名之上。当外在的丝绸银两被别人夺走的时候，因为他无法接受失去的这个现实，他就不甘心，他就愤怒，然后他就用无尽的嗔恨亲手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心灵地牢。沈长渊抢走的只是我名下的几间铺子和银两，而真正囚禁我、折磨我，每天晚上拿刀子割我心的，却是我自己那颗充满了贪念与不甘的狂乱之心啊！站在悬崖边上的陆怀瑾
在生与死的边缘，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犹如癫狂般的大笑。他猛地扔起右臂，将手中那把承载着所有仇恨、磨了无数个日夜的破柴刀，狠狠地、毫不犹豫地扔进了面前的万丈深渊。听着柴刀坠落崖壁时发出的那微弱的回音，陆怀瑾感觉自己身上那副沉重的无形枷锁，在这一瞬间，砰的一声，彻底的土崩瓦解了。陆怀瑾看着呆若木鸡的沈长渊，眼含热泪，语气无比庄重且深情地说道：沈兄，就在我放下屠刀，斩断心中执念的那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我的心就真实地去到了那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都是清净无染的。我明白了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名利得失，不过是梦幻泡影中一场极其可笑的自我折磨罢了。当我带着这种彻悟的心境，从悬崖边转过身，重新走回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虽然依然身无分文，虽然只能穿着这身破衣烂衫，在这寺庙里做个扫地的苦力，但是我的心却已经端坐在那个名为极乐的清凉净土之中了。这世间的任何风雨，任何人对我的嘲笑与辱骂，包括你刚才对我的那些恶毒诅咒，都再也无法在我的心湖中激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烦恼波澜。陆怀瑾微微一笑，仿佛身上散发着柔和的佛光。所以沈兄，我才会说，我是那个从极乐世界走过一遭，又真真实实的重返人间的人。我今天带回来的唯一真相，就是送给你8个大字：放下执念，立地极乐。沈长渊站在那里，听着陆怀瑾这番犹如黄钟大吕一般直击灵魂的气血剖析。他原本那副高高在上、充满了傲慢与不屑的面具，在这一刻被陆怀瑾那极其纯净、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给击得粉碎。沈长渊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就像是寒冬腊月里没穿衣服一样抖个不停。他张了嘴巴，本来还想在肚子里搜刮一些恶毒的词汇来反驳陆怀瑾这个荒谬的理论，可是他的喉咙里就像是塞了一团进了水的冷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连咽口唾沫都觉得极其艰难。为什么？因为他的良知，他那被贪欲蒙蔽了半辈子的本心被陆怀瑾给唤醒了。他顺着陆怀瑾的话语，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审视起了自己那看似辉煌实则千疮百孔的所谓成功人生。他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赢了吗？我拥有了陆怀瑾曾经拥有的一切财富，甚至比他还要多出10倍、100倍。可是我真的快乐吗？他每天非得要依靠大剂量的安神汤药才能勉强闭一会眼睛，只要一闭上眼，他就做噩梦，就害怕别人来算计他的家产，害怕底下人造反。这叫什么？这在中医里叫心火亢盛，心肾不交。这是要把人活活熬干的绝症啊！再看看他的家里，他赚了那么多钱，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对他敬而远之，看到他就叹气。他的亲生儿子看到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充满了恐惧与疏离，连句贴心话都不敢跟他说。他每天吃着山珍海味，却觉得味同嚼蜡；他穿着绫罗绸缎，却感觉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温暖。沈长渊突然明白过来了，他拼尽全力去掠夺，去算计，去把别人逼上绝路，结果呢？结果他根本没有得到幸福，他是在自己的心里头亲手建造了一座比陆怀瑾当年那座破庙还要阴森恐怖10000倍的无间地狱啊！而眼前这个一无所有的扫地杂役，却因为放下了内心的欲望，真正获得了那种连他这个江南首富都无法企及的绝对自由与极度幸福。沈长渊的膝盖突然一软，他再也支撑不住那个肥胖且疲惫的身躯了，他不受控制地瘫倒在了冰冷的青石板上。那一刻，2行浑浊的热泪终于冲破了他伪装了半辈子的坚硬防线，顺着他那张满是横肉的脸颊肆意地流淌了下来。他就像是一个在黑夜里迷路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灯塔的无助孩童一样，双手死死地捂着脸，发出了极其压抑而又痛苦的呜咽声。了尘大师站在一旁，看着这个终于卸下了内心坚冰嚎啕大哭的沈长渊。老和尚缓缓地走上前去，弯下腰，用那温暖而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沈长渊因为哭泣而剧烈耸动的肩膀。大师用那充满了无尽慈悲的声音说道：阿弥陀佛，沈施主，极乐世界从来都不是佛陀用来骗人的谎言。
他是佛陀为世间所有被贪嗔痴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众生指明的一条通往内心终极解脱的光明大道啊！真正的极乐是需要你在面对这滚滚红尘的诱惑与苦难时，依然能够保持一颗不被污染、充满善意与包容的清净之心。大师接着点醒他：你在这人世间赚取再多的金银，若是心如毒蛇，那便是在为你自己积攒通往地狱的沉重业障，你的身体和家庭早晚要垮掉。你若能像陆施主这般在绝境中勘破我执，将你满腔的算计化作对众生的慈悲，那么沈施主，你脚下的这片清河镇的土地便是你当下最真实的极乐净土。大师的这番话如同春风化雨一般，一点一滴地滋润着沈长渊那干涸已久的荒芜心灵。沈长渊缓缓地抬起头，透过朦胧的泪眼，他看着微笑着的陆怀瑾，看着慈悲的了尘大师，他心中那股盘踞了多年的阴郁煞气正在被一股极其温暖的力量一点点地驱散。他咬了咬牙，猛地站起身来，然后没有任何犹豫的双膝跪地，极其郑重的对着眼前这个穿着破烂衣衫的陆怀瑾连磕了3个响头。他用无比诚恳的语气说了一句迟到了3年的道歉：陆兄，对不起，我沈长渊简直是个畜生啊！陆怀瑾一看，连忙上前一把将沈长渊从地上搀扶了起来。他拍了拍沈长渊的手背说：沈兄，快快请起，以前的那个陆怀瑾早就死在那天夜里的悬崖边上了，现在的我只是个扫地人，我的心中没有仇敌，只有一段因果了结之后的清净缘分。各位，什么叫大修行？这就叫大修行，人家是真的放下了。那天傍晚，沈长渊独自一人走下了慧觉寺那条漫长的石阶，夕阳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虽然他的眼眶依然红肿，眼泪还没干透，但是你们知道吗？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比他过去40年里的任何时刻都要轻盈，都要坚定。回到沈家大宅之后，沈长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去查账本，也不是去盘点仓库，他直接去了妻子苏轼的后院。他站在门口，看着正在佛堂前默默垂泪，以为丈夫又要来找茬了妻子，轻声地说了一句：夫人，我回来了，以前是我混蛋，以后你想去慧觉寺上香，我亲自赶车陪你一起去。苏轼不敢置信地抬起头，呆呆地看着丈夫。当她看到丈夫眼中那种久违的柔和与平静时，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知道那个曾经被名利彻底吞噬的丈夫终于找回了她的灵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沈长渊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在商场上对同行赶尽杀绝，而是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利润跟大家合作共赢。前阵子清河镇遇到饥荒，他二话不说把仓库里囤积的那些本来准备用来抬高物价的几万担粮食全部平价卖给了穷苦百姓。他甚至还在慧觉寺的山脚下出资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施粥铺，专门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乞丐。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看沈家那个大宅子，过去那种阴森恐怖冷冰冰的气场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妻子每天温暖的笑脸，还有底下员工们真诚的问候。这叫什么？这叫福地福人居啊！你的心善了，你家里的风水自然就变成顶级的财运风水了。最神奇的是，沈长渊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他再也不需要喝什么安神汤了，他再也感受不到那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折磨，他一倒头就能睡着，睡得像个婴儿一样香甜。在梦中，他常常能看到一片极其祥和的光芒，他心里很清楚，那绝对不是什么虚幻的梦境，那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改变，在现实中为自己和家人一点一滴亲手建造起来的极乐净土啊！各位，沈长渊的故事讲完了，看着他从一个充满算计的商人变成一个真正内心富足、心安理得的人，大家心里是不是也有很多感触？这就让我想到净土中的第9代祖师披益大师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震撼的话。他说啊，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辈子能不能去极乐世界，关键不在于你每天敲木鱼敲得多大声，也不在于你是不是能把经文倒背如流，而是在于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坚固的信和愿。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给大家听，这就好比我们要从台北搭高铁去高雄，
你手里捏着车票，这车票就是你平时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可是如果你心里根本不想去高雄，或者你根本就不相信有高雄这个地方存在，你就算在车站里把这张车票捏出水来，一天念10万声佛号，你照样上不了车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愿力做你的导航嘛，你跑错方向了。相反地，如果你的信愿非常坚固，就像那个吊在悬崖边上的陆怀瑾一样，彻底看透了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彻底放下了对名利的执着，哪怕你临死前只念了10句佛号，甚至只念了1句阿弥陀佛，也绝对会开着大莲花来接你。你看很多人啊，每天很虔诚的念佛，可是往往念珠在手里转，脾气在心里烧，一放下念珠，转头就为了一些小事跟邻居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听我一句劝，这不叫修行，这叫自欺欺人。我们要明白，你如果满心都是贪嗔痴，满心都是怨恨，你的磁场频率对上的就是阿修罗道，就是地狱道，你怎么可能跟阿弥陀佛的清净大愿接轨呢？所以从今天开始痛改前非，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对家人和颜悦色，把满腔的算计化作对身边人的慈悲与包容。你带着这种充满爱和清净的心去念佛，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光绝对每分每秒都在照耀着你。佛经上说，只要娑婆世界有一个人发心想要往生极乐，在那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的8功德水里，就会瞬间长出一朵属于你的莲花。你的愿力越强，你的心越善，那朵莲花就开得越大越鲜艳。各位，今天大家能聚在这里，听到这段故事，听到这番话，这就是一场天大的善缘。既然我们要改变磁场，我们要积累往生极乐的通关之粮，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件功德无量，能在极乐世界种莲花的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善言，或者是对家人、对天下苍生的祈福。你可以打出最简单的6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你也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放下执念，立地极乐。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哦。当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支影片下面留下善意和祝福的时候，这个评论区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不可思议的正向共修磁场。愿每个人都能用心去浇灌我们极乐世界的那朵莲花。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法喜充满，心神安宁。